從10萬漲到12萬人口的時候，我覺得這個增長的速度已經不慢了，然後現在一直讓我蓋房子，每棟房子才可以住10幾個人了，怪不得啊。我們現在繼續蓋房子的話，想一下啊，右邊再起2個頭，這幾個路口呢一會兒會取消掉的，現在只是當一個路標使用啊。然後從這個位置啊，我們再找一格，我们先删除一個節點啊，然後再讓它升高，或者讓它變一條隧道。變隧道的話比較簡單一點啊，我們從這個入口開始。我去，這條道路它不能變隧道，它竟然沒有隧道的功能，那我們只能把它升起了。把它升起的話就有點難度，需要越過這條單軌列車線。檢查一下啊，太不友好了。我們把這條路呢先取消了，再換一條道路啊，換一個普通道路，然後把它變隧道。OK， 這樣是可以的。下方的道路呢也變一條隧道。2條隧道掏過來以後啊，這個時候我們再選取剛才那條道路，盡量把道路統一化。我覺得這裡完全可以畫直線。然後左邊的空地啊，我們把這個多餘的路口給刪掉以後啊 ，CSU2 的道路就可以延過來了。上方的快速路當時我留了有2個路口，這2個路口呢，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升起啊，這是3、4。這個電線桿應該沒有問題，它不會衝突的。我們把這條匝道呢，讓它做一個彎曲啊，可以延過來了。OK， 我現在不太喜歡太規則的立交了，就喜歡隨心所欲一點啊。我們把這個路口能夠通車就可以了。一條道路上我們的立交，一條道路下我們的快速路。然後在這裡我打算做一片寫字樓的，方便我們旁邊的村民呢可以打工。然後呢，我們現在把遊戲繼續啊，遊戲繼續，在這兒繼續蓋一間房子，後方全部蓋成小高層吧。先把這裡的人口發展的稍微多一點。這個房子蓋起來以後，我們的住宅需求應該會沒有那麼多的。對面缺工人，哇，好多人啊，正在前往有機商鋪。然後啊，我們繼續來看一下下方的馬路啊，把道路怎樣去規劃更合理。這個立交橋剛才起的一個不太好的開頭，我們現在只能這樣把它延過來。164度，不對，180度。這條路呢，作為我們寫字樓的一條主幹道。然後把它該抬高的節點抬高一下，這個遊戲太容易穿模了。再來一條1車道的公路，1車道的公路這樣來。我發現不造景的話，這個進度啊一下子快多了。我們從10萬人口到12萬人口，好像只用了幾期的時間。我去，這裡怎麼回事？強制一下地面啊！為了防止這裡後期會堵車啊，我們2條交匯的地方就放在這兒了。先把這條道路延長，多出來的空地呢，先留起來啊。等這裡人口上來以後，我們可以在這兒發展一個公園。左邊的人行道，由於這個山體的影響，我們還需要把它給降一下，把整條道路給圈起來，然後對齊一下高度。只有這個地形在太誇張的情況下，我才會稍微把它平整一點。把这個路網鋪好了以後，它現在沒有任何需求了，不需要我們蓋房子了。那麼我們去前方來看一下啊。然後這裡的市民終於病了。前期為了節省開支啊，這裡是沒有診所的。然後我們找一下，直接一步到位，在這兒放一個大醫院。這個醫院呢，最好能夠找一個空地。哎，我們可以把火葬場旁邊的這個空地啊，先把它做成綠化，然後一部分做成公園，一部分做成醫院。
做公園之前，先把這個醫院的大門給開一下，開在這兒。我們找到這個醫院的門診樓，這個門診樓我記得好像挺便宜的，建造費用6500啊，把它放在這兒啊，看一下效果。醫院的正門就是火葬場，某一些節點為什麼現在看起來這麼怪呀？該降低的地方要降低一下。來，醫院的後门呢，我們再找一條隱形的道路。這條隱形的水泥路，把它从這個位置吧。這個停車場就用到前幾天我們建設的那個比較便宜的那個，雖然停車位不多，但是挺好看的。我們隨便填充一下，就這樣，不再想動了。然后這裡應該放一些座椅才對啊，我們看一下啊，我記得我訂閱的好像有一些座椅，每個地方可以乘坐4名病人 ，VIP 只需要在醫院消費20萬就可以乘坐，這個無所謂啊，我們比較大氣一點，差不多這個醫院不能太大，後面還要蓋公園的。我們找一下這個醫院其他的一些建築啊，綜合醫院它可以容納500位病人。但和我們的門診樓其實它是有一點衝突的。遺體冷凍庫之前建設過了，醫學實驗室是做研究用的啊，好像建築挺大的。把它放在這兒吧，建造費用42000。然後呢，下方再來幾個冷凍庫，隨便安置吧，無所謂的。最後再加一些裝飾性的小建築啊，這個墓地。他可能會有人來祭祀，我們就額外的，我們就為他增加2條小路線，就做土路還稍微應景一點。靈車，哎，這個東西還有靈車啊！靈車來墓地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。我們這個醫院呢，他是何院長的啊，但是我今天就不改名字了。最近我的私信爆了，我是回復不過來的。所以我們送房子的問題還得往後擱一擱。說起來該建造公園了，靠近馬路的位置還需要安排一些小住宅區的，這肯定放不了啊。那麼我們找一下什麼公園比較小，只有城市公園的建築比較少，所以這個位置還是放城市公園比較合理一點。我們把這個公園的正門啊放在這兒吧，圖畫公園區域。OK， 公園就做這樣一個形狀吧。公園的入口加一條道路，中間剛才隨便放了一個小石頭，我們圍繞這個石頭呢，把它當做一個自然的景觀。再讓這條道路靠近墓地，這才是我們的目的，節省空地嘛。哎，這是一個城市公園。遊樂園裡面才有鬼屋啊！本來想着鬼屋放在墓地旁邊啊，沒事就這樣來吧。既然做成城市公園了，我們就隨機一點嘛，就這樣吧。這個路口刪了。由於前面已經建設了一個公園了，所以這個公園我們已經把所有的建築都已經解鎖了。公園的廣場，那麼肯定是放在石頭的旁邊，建造費用1200。咖啡廳就放在正門吧，衛生間、洗手間放在角落裡。公園的標牌這個很重要啊，我們把它放在剛進公園的位置啊，讓這些遊客他們一眼就能識別到我要去哪個位置。我要上衛生間需要多少錢是吧？放3個吧，防止有一些人他看不到。標牌有了，公園的座椅。座椅應該放在衛生間的後方，
大家可以在这裡搞一些野炊啦，吃一些食物啦，因為這個位置吃飯是比較有味道的。垃圾箱給它安排2個，放在座椅的旁邊。公園的入口，其實這個公園裡面沒有什麼建築，這個是公園棋盤。公園棋盤的話放在這兒吧，剛入口的位置。服務台不能太遠，我們放在假山的旁邊。攀登架放在墓地旁邊吧。蹦床公園放在最遠處，建造費用2500。城市公園好像是沒有 DLC 遊戲本體自帶的一個公園，所以呢，因為沒有花錢，這個建築會稍微的少一點。涼亭也能增加娛樂值，我去，石頭旁邊來一個，遠處來一個，攀登架在這裡也來一個。OK， 最後來一點圍欄，再包裝一下就可以了。公園的圍欄是我用的最多的一個圍欄。我們在建設其他的建築的時候沒少用，真正建設公園的時候反而沒怎麼用過。把它和醫院分隔開吧，就不用讓他們來回串門了，畢竟這個是可以收門票的。哎，不對，我怎麼把一部分的墓地給隔在公園裡了？這個肯定不對。這樣才是啊。OK， 由於這個區域的居民還是很多的，所以剛才我看到很多遊客走了進來。你看這個公園棋盤現在已經有10幾位遊客了。鄰里、低收入的青少年吳菲菲，中收入青年忘年交他們在下棋。然後呢，我们去檢查一下這個公園的入口，票價現在是40塊錢。